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八哥。之前逛了一晚上，刚刚回到这个青年旅社。今天来越南河内第二天，今天一天在河内遇见了差不多有10几个认识我的一个朋友。哎呀，我真没想到河内认识我的人竟然这么多，特别是环境湖这块儿，这个市中心这一块儿。昨天晚上住的这个青年旅社，然后有好几个人认识我。然后今天我换这个青年旅社，今天中午在这睡觉呢。然后这个房间里有4、5个，都是认识我的朋友。我发现在越南河内这块找老婆的人很多，真的很多。前段时间我在河口呢，我没来，我不知道。然后今天来了以后，我发现，在越南这边找老婆的人也挺多的，说实话真的挺多。然后今天在环前湖溜达了一天啊。今天总共可能遇到了，应该有10几个吧。反正这里认识，反正这里找老婆的人是挺多的。我打算在河内这边待2、3天啊。有可能又准备去北京了。河内这块的话，市中心啊，这一块的话有个好处，就是有便宜的青旅，这个便宜的床位。吃饭嘛，反正我觉得也有便宜的，也有贵的。像我今天中午吃的这个快餐是7万，但是他们说有的也有4万、5万的。反正河内这块咋说呢？吃饭的话普遍在5万左右。米粉还有这个米饭，有的时候6万、7万，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。但是住宿的话，有便宜的20多的这个青年旅社，像我住的这个床位，今天我在网上付款是24块钱。基本上27、8、30。左右的这个床位很多，就是河内市中心环境湖这块的话，就是住的比较便宜。如果去北京的话，就没有这个青年旅社。最便宜的这个宾馆的话，大概也在20万、60块钱这个样子。今天在河内第2天了啊。河内这块的话，找老婆的人也是蛮多的，认识我的人也是挺多的呀。今天跟他们在这聊了一下，咋说呢？我看了一下，也有一些人在这边的话谈到女朋友了，也有一些人没谈到。说实话，我感觉在越南这边的话，现在想找个老婆的话没那么容易的。现在还是有点难了。最主要是越南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很快，消费各方面的话，都有很大的提升。现在在越南这边的话，找个老婆，说实话，我觉得真的很难。除非是，你这个脸皮厚、胆子大、长得又比较帅，再有钱的话，可能会好找一点。在国内找不到，在国内难找，我感觉到了越南这边可能也难找吧，可能也难找，也没那么容易。过来在这边找老婆的这，哥们儿。大部分经济条件也都不怎么好，而且大部分都长得也很普通，也怎么来说呢，也就是不怎么帅。在国内，找不到，到这边的话，我觉得也难。今天跟他们在这聊了一下午，很多人都说，让我去尼泊尔或者是去其他更穷的地方呢。现在更穷的地方的话，就是尼泊尔的话，相对来说比较穷。但是尼泊尔的话，我之前的话也去过2次的。暂时的话我不是很想去啊，因为去尼泊尔的话，交通不是很便，需要坐飞机过去。再一个就是老挝的话，我觉得有风险，不是特别想去。泰国去了一趟，没什么作用。然后柬埔寨的话我觉得这个不能去，好像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其他可去的地方了。也就是越南的话，目前来说，比较适合来哦。因为说实话，不在越南待的话，真不知道在哪里待了，真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没有可去的地方，真的没有合适去的地方。越南的话，目前来说，也就是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吧，因为可以从河口口岸过来，签证费也比较便宜，基本上也不需要什么路费啊。
各项成本的话是比较低，但是，所以想来想去，不知道去哪里啊。除了在云南这边来，真的还不知道去哪里了，没有地方去。今天是来河内的第2天啊。说实话，这次的话，我也不知道在河内能待多少天啊。先在河内待一段时间吧。看看能不能找到老婆。如果找不到的话，我估计有可能要回家了。有可能要回家。目前的话就是这样打算的，因为现在我自媒体也不行，视频的话也没有什么收益，直播暂时的话也播不了。我待在这里，哎呀，我感觉，开销也是蛮大的，开销也是挺大的。如果在这里时间半个月都找不到对象的话，我就不想在这里待了，我就有可能想回去的，回去在家里面休息一段时间。最近这个状态不是很好，最近的话，我感觉我整个人特别浮躁，到哪里都待不住，在哪里待着都想跑。在河内现在来第2天了，刚刚那个朋友说，他说让我在河内好好待一段时间，他说让我沉淀下来，不要那么浮躁，然后在这里好好找一找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我都有点不想找老婆了，我都想放弃找老婆了，真的。因为我觉得现在像我这个条件啊，咋说呢？即使找到老婆的话，后面的话，压力也大。你说找不到老婆嘛，急得要命，急得不行，因为一个人太孤单了。你没有老婆，你一个人，真的太孤单了，连个说知心话的人都没有。一个人的话，也老了以后也没人养老，到时候也没有孩子，到最后的话，老了以后是孤苦伶仃。所以心里想的是很想找个老婆生孩子，好好过日子。但是现在没有钱，没有经济实力，即使找到老婆以后，彩礼、结婚，还有后面乱七八糟的事情，花钱的地方很多，压力很大。我估计要是找到老婆以后，没有生意做，没有体面的工作，没有后续的这个赚钱能力，我估计以后不知道也能不能守得住。现在在国内找老婆很难，在国内的话，彩礼10几万，加上结婚，反正在国内找老婆结婚，代价很大。现在在国外，说实话也难找，一个不好找，二个找到的话，我感觉这个成本比国内可能还大。在国外找到以后，跨国婚姻、结婚手续、彩礼，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成本，我感觉花下来的话，不比国内就是用的钱少，说不定比国内可能用的钱还多。但是关键现在在国内找不到，我现在要是能在国内能找个老婆的话，我都尽量想在国内找。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就是在国内很难找，在国内找不到，没办法，现在就是出来在国外找。说实话，我现在35周岁了，虚岁36了，放在我的思想，我都不想找了，我都想打算躺平了，一个人过算了，一个人挣钱，一个人花，一个人挣钱，一个人吃喝，这样的话也没那么大压力。关键是有父母，有家里面人，关键是有父母，有家里面父母着急，要不是父母着急的话，说实话，我一个人的话，我真的我都不想找了。我一个人我都想，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，一个人就是挣钱一个人花。因为现在我觉得像我这种条件啊，最主要是没钱。找到了，我估计后面的日子也难过。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有点不想找了，真的。因为这个谈恋爱有的时候真的也很费脑筋，很伤脑筋。这个谈恋爱有的时候很累人。在云南这边待个半个月吧，如果待半个月，没有一点进展的话，一点点进展都没有的话，我有可能就回家了，回家在家里面待着，暂时的话有可能就不找了，不出来了。出来的话，在外面跑来跑去，人太累了，而且又费钱，天气热，人又累，真的特别受罪啊。
特别受罪。所以我目前的话就这样打算着，这样计划着。如果半个月没什么进展的话，我就暂时先放弃的，就不找了，就回家休息啊。这个现在像我这种性格啊，我感觉找老婆的话还是有点费劲儿，因为我搭讪的话也不怎么行，情商比较低啊。跟女孩子聊天的话，不知道聊什么，不知道说什么。跟女孩子聊天的话，我觉得是我的短板，说着说着就没话说了，聊着聊着就不知道聊什么了，所以我感觉我这样的性格不会谈恋爱，真的不会谈恋爱，好，今天视频就给大家聊到这里。目前的话，我就是这样打算，这样计划着，在河内待几天，然后下来的话，接下来的话，有可能到北京去待一段时间。到北京待一段时间的话，如果没进展的话，就回家。说实话，我在河内这边认识了这么多朋友啊，我感觉大部分人的话都比较迷茫，大部分人的话也就待了这1-2个月了，也都没找到，也都没什么进展，大家也都很着急。好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个青年旅社，等一下我要出去逛一会儿，然后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。我就在这个环建湖附近这个青年旅社住着，现在这一会儿的话是晚上12点了，这个夜景的话，不怎么漂亮。河内老城区的话，说实话就相当于一个城中村，跟国内的城中村差不多，全部都是这种农民自建房，没有什么高楼大厦，都是这种农民自己建的房子，就是没什么规划，乱糟糟的，高的高，低的低，矮的矮，反正就是看着没什么，反正看着就是不怎么整齐啊。城市没什么规划啊，